只要再等3个月，我自己就会病愈，去迎娶我的未婚妻。可你却打着过喜的名头嫁给我，怀上我的孩子，害得云洛只能嫁给一个纨绔子弟，被打死在家中。你不是说你的好运体质可以怀上任何不育男子的血脉？那你就怀个死人的孩子给我看看。你要是做不到，就是欺君之罪。我被关在棺材里活活憋死，全村的女子都被以欺君之罪尽数砍死。民间传闻，你们村落的女子是出了名的好运体质，而你更是其中的翘楚。阮嫣薇，这是真的吗？娘娘，那只是民间传的谣言。更何况太子殿下吉人天相，必定不用过喜新娘来保存血脉的。民间传闻也是有一定的道理，说不定你真的是好运滋补的体质。只要有一线机会，我都要试试。反正你与木然成婚，对你而言也是件好事。母后，楚木然，我不会娶阮嫣薇的，我的妻子只会是云洛。阮嫣薇为了嫁给我，编造了好运体质的谎话，您千万别被她的谎话欺骗了。不过，虽然她妄图欺君，但毕竟还没有酿成大祸，还请您从轻发落，就罚她100鞭刑，让她以后不要再犯。娘娘，太子一见阮嫣薇就想将阮嫣薇打杀，阮嫣薇真是无福嫁给太子啊，还请您收回成命。你错怪了嫣薇，是本宫听了外面的传闻把她找来的。嫣薇已经说了，那些都是假的，当不得真。民女只是一个普通女子，实在担不起替太子过喜、保留皇家血脉的重担。罢了，你先出宫去吧。若是有事，我会派人去找你，你可不要离开京城啊。民女遵旨。阮嫣薇，你为何不等我？你往日不都喜欢牵着我的衣袖走吗？如今怎么走得这么快？我不喜欢别人碰我，你一碰我，我自然下意识会动手。是你太不小心了。我何时做过？太子殿下，今日你我才是初次见面。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同我一样也重生了，否则你怎么愿意跟母后澄清好运体质的事情？不过是你编造的谎言。我并不想对你下手，若是你能保证这一世再不破坏我跟云洛的婚事，我不会再伤害你跟你的村人。你放心，绝对不会。阮嫣薇祝你跟云小姐早生贵子，多子多福。就是不知道你的身体还能不能撑过新婚夜。呸！为了嫁入东宫，竟然编造好运体质，这种谎也撒得出来，企图抢走云洛才女的婚约，真是不知廉耻。明明是个女人，为了上嫁连清白都不要了，靠怀孕上位，跟青楼妓子有什么区别啊？木然，这就是皇后娘娘给你定的新娘子吗？若她真的有好运体质怎么办？要不我们的婚约还是算了，你迎娶这位姑娘吧。洛儿，别胡说，你没听到百姓们骂她吗？她只是个骗子。就算她真的有那样的体质，我也不会为了子嗣勉强娶一个不爱的女人。更何况我的病根本没有太医说的那么重，3个月必能痊愈。城中的流言果然是楚木然的手笔。为了给心上人表忠心，不惜将我踩进泥潭。我连棺木都准备好了。大将军这么年轻就病入膏肓，真是天妒天才。若是真的能有什么好运体质能给将军延续血脉就好了。你就怀个死人的孩子给我看看啊！这口棺材前世是你送我的墓穴，这一世便是我脱身的法门。这饭已经馊了。即便我不会嫁给太子殿下，但我毕竟是皇后娘娘带来的客人，你们也不该这样对我吧？只有这个饭，你爱吃不吃。云洛姑娘现在住进别院了。太子殿下可是说了，府里的东西都要先供着云洛姑娘用，只有云洛姑娘不要的，才能拿给你。所以这些饭都是云洛吃剩的剩饭。不然呢？一个不要脸的撒谎精，
给你吃这个都算是抬举你了，你就应该吃泔水。阮小姐，我知道你不能嫁给太子殿下，心中多有怨气，可你也不该拿我的丫鬟撒气啊，还把她打成这样。我早就说过我是不可能会娶你的，我爱的人只有云洛。你这样撒泼的样子真让人厌烦，还不赶紧给云洛的婢女下跪道歉？凭什么？我又不是因为你，是他。若是你还有气要发泄，对着我出气就好了，不要连累了木然哥哥。你打我骂我就好了，别伤害我的婢女啊，她是无辜的。云洛，阮燕薇，你真是好恶毒的心。云洛有心情受不得刺激，你不仅欺负他的婢女，还敢当着我的面伤她。我没有，是他先伤了我，我才回手的。你还撒谎！你一直装作不争不抢，就是在等这个机会害死云洛吧，好让你能顺理成章嫁入东宫。给我把他拖出去打！什么时候云洛醒了，什么时候停。若云洛不醒，我就让你和你全村的人给他偿命。此女及其村人招摇撞骗，谎称有什么好运体质是能救将死之人。她企图仗着谣言瞒上欺君，甚至谋害本宫的太子妃。今日本宫就当众惩治这个恶女，绝不让她再诓骗世人。我没有骗人，楚木然，我说了我不想嫁给你，更不会打扰你的婚事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？我也是为了你好。若你再也无法受孕，母后自然会放你走，我们也能回到各自的生活，从此再无交集。木然真是的，就算是要替云洛出气，也不该把你打成这样啊！太医说你的包公差一点就保不住了，万一你的包公没了，到时候真的需要你给木然过喜，那可怎么办啊？这个孩子真是分不清轻重。你就在宫里养着吧，有我在，木然不会再欺负你了。等到云洛怀上孩子后，本宫一定会让你风风光光的回去的。太子殿下对云洛姑娘真是体贴，日日守着，亲自喂药，甚至还亲手为她擦拭身体。是啊，太子还让人买空了全城的蜜饯，就怕云洛姑娘嘴里发苦。我身体不好，没空照顾你。另外，我最讨厌闻到药味，你在这里喝药会让我的屋里染满药味。本宫原本说着要将你赐给木然，但现在看来你们确实没有缘分。本宫欠你一桩姻缘，正好今天将军夫人来求我，想要让我把你赐给她。虽然本宫说了，你有好运体质，能够滋养将死之人的事情都是传言，可将军夫人还是执意想让你嫁给他的儿子试试。阮燕薇，你意下如何呢？谢谢皇后娘娘，我愿意。那日在街上看到的漆黑棺木，花纹以前是楚木然封死我的那一口如出一辙。既然秦将军生命垂危，需要过喜，这便是我最好的脱身之计。好孩子，本宫果然没看错你。好孩子，本宫可不能让你草草的嫁出去。明日我就封你为郡主，再给你准备10里红妆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嫁进将军府。嫁出去？你要嫁给谁？当然是母后。我说过了，我不会娶阮燕薇的。就算您保住了她的伯公，给了她封号，我也绝不娶她。此生我的爱人只有云洛一个。你放心，燕薇她……母后，您要当祖母了。你说什么？云洛有喜了，已经1个多月了，是上次她在别院小住时怀上的。
那些太医只知道胡乱诊治，非说我病重无法传宗接代。您看我今日陪云洛春游，起码3个时辰，都毫无大碍。刚才府医打过脉了，云洛真的有了我的骨肉，所以您根本不需要逼我娶阮妍薇来过喜，赶紧把她送走，省得她又生出不该有的心思。阮妍薇，我说过的，我能康复是因为我本该痊愈。任何女子都能怀上我的孩子，根本不是因为你那什么好运体质。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既然已经与将军府定下婚约，这辈子便与你再无瓜葛。你如何想，我都已不在乎。既然如此，你今日就走吧，走了就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。那不行，燕薇要嫁给秦小将军了，3日后与你一同成婚。什么？你要嫁给秦泽成？哦，啊，母后，你们刚刚说的赐婚是给他跟秦泽成？当然啊，你不是说你只要云洛一个人吗？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当然不可能再给你赐婚了。臣女先行告他。放开！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能嫁给他？谁让你嫁给他的？你不是一门心思的想嫁给我吗？太子殿下，你这是病好了，但是记忆丢失了吗？我说过无数次，我不想嫁给你，也不会嫁给你。更何况我嫁给谁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不是说过我们最好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做陌生人吗？好孩子，你可是泽城过门的妻子，不住在家里，去外面住什么？听老夫人的。秦老夫人，太子殿下有什么事吗？你就这么贪恋荣华富贵，一定要嫁给一个显贵人家吗？秦将军保家卫国，才身陷危境，全京城都在担忧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若靠谎言骗了将军府救不活人，你和你的族人都会惨死。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，过喜成功后还要杀了喜娘，屠尽族人。你若非要嫁显贵，我可以娶你做我的侍妾。什么？这一世你远离我和云洛，我很高兴你的懂事，发现我没那么讨厌你。只要你不与云洛争，等她生下孩子，我可以给你一个孩子，弥补你上一世失去双生子的痛。3日后，我会派花轿来接你，你只要上轿就好。秦将军的事我会解决。恶心！楚木然，尽情快活吧，你的命数怕是只剩下3日了。禀太子，秦府那边静悄悄的，一点都没有要娶亲的意思。是我对不住秦将军了，明日我会亲自为秦泽成挑选一个新的过喜新娘。太子妃落轿。咦？怎么还有一个轿子来了？今日还有一位新娘子吗？叶薇，你还是来了。木然哥哥，你可千万别有事！太子殿下，你若是有事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太子殿下脉象微薄，怕是连今夜都撑不进去了。无论如何，你们也要保住我儿子的命！原本太子殿下若是好好将养，或许还能吊命半年。可这3日里，殿下不断透支身体，眼下就是大罗神仙来了也难救啊！因为他是好运滋养的体质，只要用过喜，我就有救。做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？你都怀孕了还操劳，是想让我心疼你吗？你身子不好，太医说药膳要每日吃才能早些痊愈。我怕我生产后要躺在床上养伤，没法给你做了。你不喜欢，我就不做了。
前世娶了阮烟梅，我的身体逐渐痊愈了。可这一世我执意娶云洛，命数竟然要耗尽了。我错了，我不该为了云洛冷落他。算了，虽然他爬床骗了母后，害我错失云洛，但他到底对我真心一片，又要为我生下2个孩子，就这样跟他过一辈子吧。太子殿下，云洛姑娘被世子夫人打死了。若是没有那假装高韵体质的女子出现，你我便不会阴差阳错的错过。如今，我和孩子都要死了。有了我的孩子，因为是你害死了他们。因为的好运滋养是真的，没有他过气，我真的要死了。因为就在轿子里，他答应了做我的侍妾，快请他下来与我过喜。是我错怪了你，让我康复，定求父皇立你为平妻。严威呢？那个女人去哪儿了？启禀皇后，送亲的轿夫说，阮小姐在半路下了轿，往秦将军府的方向去了。阮烟薇，他竟敢！带上禁卫军去秦府抢人。燕薇，泽成他真的还有救吗？老夫人放心，阮烟薇既然进了秦家的门，绝不会让秦将军死。这就是好运体质的本源之力，虽是滋养子嗣，却也是奇药。这不是刀伤，是某种专门破开真气的奇门兵刃。你是谁？我是秦将军明媒正娶的夫人，阮烟薇。抱歉，秦将军，你的重伤并非意外，而是有人要你必死无疑。阮烟薇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弃太子不顾，立刻跟本宫回宫救楚木然的命！皇后娘娘，民女如今已是秦将军的过喜新娘，这好运滋养的体质，一生只能动用一次，刚才已经全部用来救秦将军。现在的阮烟薇只是个普通村妇，太子殿下的命，您求错人。你说什么？楚木然他……阮烟薇，你不仅救了我的命，还得罪了整个东宫，为了一个将死之人，值得吗？秦将军不是将死之人，你是大庆的脊梁，救你就是救我全村人的命。秦将军，你胸口的伤是断魂钩所致，这种阴毒兵刃只有二皇子的禁卫才配拥有。二皇子，我与他在朝中并无瓜葛，他为何要置我于死地？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若你和太子在同一天病故，这大庆的江山谁最得利？老夫人，外面那些禁卫军虽然撤了，但东宫的人还在四处宣扬，说夫人您骗婚夺宠，害得太子殿下病入膏肓。荒唐！这分明是想往我们秦家泼脏水！管家，传我的话出去，谁若再敢编造谣言，便请他来秦府，让他当面看看秦将军是如何在我的滋养下死而复生的。若他能受得住秦家的军棍，我便认了这罪名。属下遵命。殿下，原本计划的好好的，怎么秦泽成那必死的鬼，竟然被阮烟薇那个贱人给救活了？好运体质，看来这民间传闻倒是真的有几分本事。洛儿，楚木然现在虽还没断气，但也废了。只要秦泽成不再坏事，这皇位终究是本王的。殿下放心，云洛一定死死拿捏住楚木然，让他到死都以为我是他的救命稻草。将军才刚能下地，便这般急着操练，是怕二皇子等不及吗？叶薇，副将已查明，当日在战场暗算我的，确实是断魂钩。断魂钩只是兵器，二皇子常年给太子下毒，太子的病一半是假，一半是毒。下毒？你有证据？证据就在这儿。将军，3日后的长公主府赏花宴，便是我们反击的第一步。长公主一向与皇后交好，这次宴会明摆着是鸿门宴，
咱们真的要去吗？若不去，怎么能在这京城贵妇圈里扎下根？这京城各府邸的后宅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。谁家夫人病了，谁家小妾有喜了，这些消息有要用这双眼睛看清这京城的每一个阴影。禀殿下，秦夫人也就是阮嫣薇接了长公主的帖子。哦，这乡下丫头胆色倒是不小。告诉长公主，本王也想看看这位能救活死人的郡主到底长了多少个脑袋。是。瞧，那是秦府的车。听说那个好运郡主救活了秦将军。什么好运？我看是妖术。妖术也好，仙术也罢，只要能让你们怕，就是好术。瞧，这就是那位靠着肚子爬上位的郡主，这满身的泥土气倒是一点没减。救活秦将军，我看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巫蛊术吧。各位夫人莫要惊了阮小姐，她毕竟出身乡野，不懂这京中的规矩也是难免。臣女给长公主请安。规矩是给人定的，命是老天给的。臣女救人靠的是本事，不是规矩。好一个本事！阮嫣薇，听说你能一眼识破将死之人的病trạng，那你瞧瞧，本宫这满园的贵客，谁最短命？王夫人红光满面，实则内里虚耗。你每晚子时右肋下方必然剧痛难忍，且近日常伴有咳血之症。我说的可对？你怎么知道？长公主，医者眼中无贵贱，只有死活。阮嫣薇，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！云小姐急什么？你这胎相不稳，血气中带着一股子浓烈的郁结之气，莫非是这孩子的生父让你忧思过重？阮嫣薇，本王小看你，你这一手断症，是想在京城立威？二殿下言重了，臣女只是想告诉那些心怀鬼胎的人，病能医，命能救，唯独这作恶的心，无药可解。既然你这么有本事，不如替本王去瞧瞧那废了的太子。他若是死了，本王怕母后伤心。殿下既然怕娘娘伤心，为何还要在太子的药里加那味断肠草？燕薇，我已派人暗中盯住二皇子府，果然如你所料，他与云洛之间早有密道往来。不仅如此，今日在宴会上，我发现云洛服用的安胎药里有寒凉之物，他根本不是为了保胎，而是想找个机会把这滑胎的罪名栽在我头上。他敢？他有什么不敢的？二皇子想借此机会彻底除掉秦家。秦将军，咱们得送他一份大礼。翠儿，今日记下的那几位夫人的情况都整理好了吗？回夫人，王夫人已派人暗中送信求您救命，还有张尚书的如夫人、李将军的原配都想请您入府一叙。好，这京城的消息往往就藏在这些后宅女子的药丸里。二皇子，你想断太子的命，我便偏要吊着他的气；你想借云洛的手杀我，我便让这京城的所有权贵都成为我的护身符。将军，这是在二皇子禁卫住处搜到的，是二皇子私自铸造的兵符，足以定他谋逆之罪。现在呈上去吗？不，现在呈上去，皇上会以为是你秦泽成在排除异己。我们要等二皇子自己跳出来，等云洛肚子里的秘密捂不住的那一天，我要让他不仅丢了皇位，还要丢了这大庆皇室的脸。郡主救命！那晚回去我便吐了血，太医束手无策，求郡主垂怜。王夫人，救你可以，但我要知道二皇子最近频繁接触户部尚书是为了哪笔军饷？是二皇子命尚书大人克扣了30%，说是要筹备大用。翠儿，把备好的药丸给夫人。夫人记住，你的命现在捏在我手里，二皇子府里再有风吹草动，你要第一个报给我。臣妇明白，定不敢有慢。皇兄，臣弟遍寻名医，可他们都说你这是心火攻心，无药可医啊！滚！都是你们在骗我，让阮嫣薇来，只有她能救我。皇兄糊涂了，阮嫣薇现在是秦夫人，她恨不得你死，怎会救你？昨晚跟着的那条尾巴已经处理干净了，是二皇子派来确认我死活的。他很快就不用确认了。王夫人招了，二皇子在偷挪西北军饷，那是你将士们的买命钱。动我袍宝者，必诛之。不急，他既然想要钱，我们就让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将军，我要你秘密召集那批苍残老兵，在城门口堵住二皇子的私产车堵。阮嫣薇真的这么说？除了他，没人能救木然。回娘娘，太医说太子只有不到7天的寿清了。阮小姐那边说她可以试试，但要您亲自去请。本宫是皇后，
竟要向一个乡下丫头低头。备轿去秦府。阮烟薇，只要你救穆然，本宫什么都答应你。第一，赦免我全村族人，赐我封地；第二，皇上下旨恢复秦将军全部兵权；第三，彻查秦将军重伤案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娘娘请回，太子殿下的命只值这3条。慢着，本宫答应你。阮烟薇，你既然说自己是普通人，又来这儿做什么？起开，别脏了我的药。因为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。别误会，这药能救命，也能让你生不如死。太子殿下，你想知道二皇子为什么这么急着让你死吗？这是我在太子药渣里发现的。断肠草分量极轻，却足以让太子在3年内虚耗而死。是谁？谁敢在东宫下毒？谁最想当太子，就是谁。本宫竟养了一头虎狼在身边。殿下，阮烟薇真的把太子救回来了。他刚才看我的眼神，好像看穿了一切。废物！他救得了楚木然，救不了秦家。通知那边的王爷，计划提前。阮烟薇，既然你这么喜欢救人，本王就让你看着这京城血流成河。郡主，您上次给的暖宫丸真是神了，只是我家那位最近总是半夜被二皇子的人叫走，说是商议什么西郊大营的事儿。夫人宽心，西郊大营风沙大，尚书大人辛苦。不过我听闻那营里最近进了一匹新马，却没走兵部的账。郡主如何得知？确实如此，那匹马走的是私盐贩子的路子。夫人，这茶能清心，大人的安危还得夫人多吹吹枕边风，莫要站错了队。秦将军，这可是二皇子府给皇太后寿辰准备的贺礼，惊扰了贵人，你担得起吗？贺礼？本将怎么闻着一股子西北军粮的味道？我们兄弟在边境吃草根，你们竟然克扣军饷，在这儿发财！全部查封，谁敢反抗，军法处置。秦德成，他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劫本王的车！殿下，百姓们都在传说您中饱私囊，连老兵的活命钱都不放过。阮烟薇，定是那贱人在背后撺掇。去，告诉陨落，让他明天进宫。那件事不能再等了。竟敢在穆然病重时自断大庆的根基！娘娘，太子殿下的命虽暂时保住了，但他的身体需要长期服用一种血药，而这药的主药就在二皇子府的司库里。你是说穆然中的毒，只有楚木清有解药？是与不是，一搜便知。烟薇，疼！我的骨头好像在被千万只蚂蚁啃散。太子殿下，这只是开始，那碗血药吊住了你的命，却也会将你体内的毒素一点点剥离。这种痛是你欠我的。救救我！我什么都告诉你，下毒的人是楚木谦。我知道，我要的是你亲自在皇上面前指认他的证词。去，把云洛最近服用的熏香换了，换成那味饮梦香。西郊大营的私兵已经有异动，楚木谦怕是要逼宫。他贪污军饷的事捂不住了，只能孤注一掷。将军，恢复兵权的旨意明早就会下来。烟薇，谢谢你。若不是你，我恐怕早已化作枯骨。你我之间无需言谢。明日我要进宫参加皇后的千秋宴，那是收网的时候。殿下，孩子动得厉害。忍着，只要熬过明天，你就是这大清最尊贵的女人。二皇子，好戏开场了。怎么回事？这香气，为什么我会梦见前世那堆野狗？
云小姐，今日是皇后的生辰，你怎的一副见鬼的表情？莫非是肚子里的孩子感受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软言妹，慎言！臣女见过皇后娘娘。娘娘，臣女听闻云小姐胎相不稳，特意请了京中几位最善妇科的夫人一同来看看。秦夫人免礼，你救秦将军有功，又是朕亲封的郡主，今日不必拘礼。谢皇上。郡主，西郊大营的副将刚刚在宫外递了消息，二皇子的人已经接管了南门守备。知道了。你刚才发什么疯？差点在皇上面前失态。殿下，我头晕的厉害，我梦见阮燕薇在对我笑，她说这孩子活不过今晚。闭嘴！再撑1个时辰，等西郊大营的人杀进来，这天下就是我们的。殿下，秦泽成带兵在宫外集结，说是要进宫护驾。殿下救我！阮燕薇要杀你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！云洛疯了，快拉下去！慢着，父皇，儿臣中毒，是二弟所为，而云洛腹中的孽种，也是楚慕谦的。楚慕谦，你竟敢如此丧心病狂！父皇，您老了，这天下本该由我这种强者继承。西郊大营的人已经包围了皇宫，今日您不想退位也得退。二殿下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秦家军听令，凡参与谋逆者，格杀勿论。怎么可能？你不是重伤了吗？这是你与落败王爷联手的书信，还有你挪用军饷的账目。楚慕谦，你输在太贪。拿下！前世你抛我子，今生我断你路。二皇子，这炼狱才刚刚开始。畜生！朕还没死，你就等不及要弑父杀兄了吗？父皇，若不是阮延荣这个变数，今日跪在地上的就是你。二殿下，西郊大营那3000私兵早已被我秦家军缴械，你的梦该醒了。不可能！将这个逆子关入天牢，无朕指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启禀郡主，云小姐的孩子没保住，是个已成型的男胎。男胎，恐怕即便是生下来，二殿下也没福气认这个儿子。秦夫人，你揭发谋逆有功，又救了太子性命，说吧，你要什么赏赐？臣女恳请皇上下旨彻查当年秦穆军被克扣军饷之案，并为秦将军证明。臣附议。准。朕不仅要还秦家公道，还要封你为护国长公主，赐封地岭南，享万户侯待遇。阮延伟，你为什么要帮秦泽成？只要我当了皇帝，我可以让你当皇后。楚慕谦，你这样的人，连秦将军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。这是云洛死前求我带给你的，他说他在下面等你和那个未出世的孩子。他死了？谋逆之罪，身首异处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延伟，你来看我了，快给我血药，我疼得受不了了。血药没有了，你的毒已经清了，现在的痛是因为你的骨头在苦烂。我求你救我！我把太子之位给秦泽成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楚木然，你就在这东宫里，慢慢感受你前世强加在我身上的每一份痛楚。前世你将我丢进陌生男人的棺材，今生这东宫就是你的活棺材。这是我的兵权，以后都交给你。将军，这是你的命根子。我的命是你救的，兵权算什么？叶卫，以后不仅是我，这秦家军3万将士都是你的底气。好，那护国长公主便陪将军一起守着大庆河山。时辰已到，
醒醒！阮妍梅，你别得意，我会在下面等着楚木然，等着他来陪我。他没机会陪你，他要在东宫那个活棺材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的活满一辈子。阮烟卫，二皇子已赐死，云洛也伏法了。木然虽然废了，但他还是太子，你为何还要克扣他的血药？娘娘，太子殿下的命我确实救，但他这些年亏欠我族人的，总要拿命来还。别以为皇上封你为长公主，你就能在后宫指手画脚。指手画脚？娘娘，二皇子余党名单就在臣女手中，只要我轻轻一松手，那些被他收买的尚书、将军都会跟着他一起下地狱。您说到那时，谁还会在乎一个瘫痪在床的太子？长公主，这是我家大人整理出的西郊大营余党名单，请您过目。长公主，这是吏部近3年二皇子一派的升迁轨迹，各位夫人有心了，只要你们一心向着秦府，你们家大人的官运自然长久。朝堂是秦泽城的战场，而这后宅情报网便是我的利剑。我错了，给我药，哪怕是一滴血也行。血药？楚木然，你真以为我的血是救命神草？那药里加了10倍的断肠散，它能保你不死，却能让你清醒地感受骨头一点点裂开的剧痛。你杀了我吧！你杀了我！你杀了我吧！前世你剖我此事，可曾想过给我个痛快？刚从东宫回来，楚木然撑不了多久，但他死之前，我会让他亲口吐出二皇子藏在岭南的最后一批宝藏。岭南虽然是你的封地，但那里的节度使是二皇子的舅舅，此行凶险，我不放心。所以我们要带上秦京军，我要让岭南成为真正的避风港，让我的族人再也不必受人欺凌。二皇子的旧部以为岭南是他们的后花园，却不知这里将是他们的埋骨地。禀将军、长公主，前方发现不明身份的伏兵，列阵，护送长公主。不用护着我，让伏兵尽管来。我也想试试刚研制的化尸散药效如何。找死！不必留活口，这些是死士。长公主这化尸散当真霸道。可有受惊？受惊的是他们。将军，这些死士腰间都有岭南节度使的暗记。看来咱们这位节度使大人是想在封地给长公主一个下马威。下马威？我既然来了，这岭南的天就该换一换。传令下去，休整半个时辰，全速前进，直奔节度使府。失手了，10名精锐死士，连个娘们都杀不了。大人，那阮燕梅使得一手好毒，秦泽生又兵锋正盛，兵锋盛又如何？岭南披萨的地盘放出来，去！他不是好运气质能救人吗？我倒要看看面对这些活死人，他怎么救。下官岭南节度使参见护国长公主，参见秦将军。昨夜山中流寇作乱，惊扰了贵人，下官罪该万死。流寇？本宫看那些流寇的刀法，倒像是节度使府的家传。长公主说笑了，府中已备好酒宴，酒就不必了。节度使大人，二皇子私藏在岭南的军械库在哪儿？交出来，
留你全尸。想要军械，去问阎王要吧。小心，这些东西没有痛觉。这是用大量断肠草和砒霜炼制的毒尸。将军，赐他们眉心，那里是毒瘾所在。舅舅，二皇子没告诉过你吗？我是玩毒的祖宗。抄家，所有军械、金银全部冲入长公主府。将军，这岭南的第一块硬骨头，咱们啃下来了。二皇子的藏宝图就在这府邸之下，这笔钱我要用来修建大庆最强的药炉和医馆。节度使这种视财如命的人，绝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列位，我先走。这密道有火油机关，贸然进入会同归于尽。这是楚木间与南疆彝族的勾结信件，他竟然想割让岭南3州，换取南疆象兵入境，所以他才急着除掉你。若秦将军在，南疆象兵绝无可能踏入大庆半步。这是彝族王室的信物，楚木谦这笔钱不仅是军费，更是买命钱。长公主，这批宝藏粗略估计有白银500万两，足以支撑秦家军3年的军需。留下100万两冲入国库，封皇上的嘴，其余的全部运往我在岭南购置的药龙基地。有了这笔钱，我要让岭南成为大庆最坚固的堡垒，谁也别想动我的族人。列位，你似乎对这府邸的机关了如指掌。前世楚木然为了讨好二皇子，曾带我来过此地。那时，我是这密室里的玩具之一。对不起，是我来的太晚。不晚，这辈子我是知其人。给我药！阮烟为他死哪儿去了？太子殿下，长公主已去岭南就藩，这药长公主临行前只留了半个月的分量。半个月？他想让我活活疼死！因为只要你回来，我把这太子位让给秦泽成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娘娘，岭南传来消息，节度使大人被秦泽成当场斩首，宝藏也被阮烟为查抄了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！娘娘，若再不动手，等阮烟为在岭南站稳脚跟，太子殿下的命就真的捏在他手里了。传信给南疆彝族，既然楚木仙许诺的条件他们拿不到，本宫就加倍给他们。只要能杀了阮烟威和秦泽成，本宫愿以岭南5州相送。烟威啊，多亏了你，咱们村的人才能迁到富庶之地，再也不用受那好运体质的流言之苦了。族长，从今日起，咱们村的女子不学什么滋养之道，我要她们学医、学毒、学护身之术。翠儿，消息散出去了吗？回长公主，已散播出去，就说岭南节度使勾结外敌，企图谋反，已被秦将军平定。很好，皇后定会急跳墙，露出破绽。她生性贪婪，只要他们敢动，我便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这化骨散就是给南疆象丁准备的见面礼。他们的弯刀上抹了剧毒，打扫战场时候什么都不要碰，直接用火烧了。将军，看这人数，
象兵军团离咱们不到10里了。撤，回峡谷，那里有长公主给他们准备的大礼。撤！蒋公主，这化骨伞若是顺着风飘进城，百姓们……放心，我加了重石粉，遇水即溶，只会顺着象体腐蚀。既然皇后敢割让5州，那我就让这5州成为彝族的葬身地。大庆的秦泽城，受死吧！在这巨象之下，你们的盾牌就是纸。放箭！犯我大庆者，杀！把剩下的化骨撒装进投石机，往后方彝族大营投，不要让他们连撤退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一战，彝族元气大伤，10年内不敢再犯岭南。彝族不过是皇后的狗，狗被打跑了，该轮到主人了。把这枚金牌，连同这封割地契约，给宫里那位送去。怎么会在阮延威手里？娘娘送的礼太重，臣女受之有愧。这契约，臣女已临摹100份，散往京城茶楼，请天下读书人品评。阮延威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要毁了本宫的清誉！皇上，长公主和秦将军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，说是要向您讨要一个公道。南五州，他竟敢背着朕，把祖宗基业送给蛮夷！进京的路布满了皇后的杀手，你怕吗？前世我死在棺材里都没怕过，这一世我要让整座京城都成为皇后的棺材。我陪你杀回京城。皇后，楚木然，我回来了。这一世的债，咱们该清。去死！将军，贴药！我的眼睛！留一个活口，带给皇后过目。列位瞧瞧，这就是咱们那贤良淑德的皇后娘娘签的字儿，5州之地，说送就送。长公主快回京了，咱们也该去城门口迎一迎。莫要让忠臣寒了心。正是，我也让家里的家丁都去造势。逆贼，原是逆贼！阮延威竟然真敢把契约公之于众！要阮延威要回来了，他回来第一个就是要你的命。木然，你是太子，只要你死在阮延威手里，皇上就必须治他的罪。母后，你要我死？请长公主入城！请长公主入城！请将军正法！长公主，圣旨未下，私自带兵入京，形同谋逆。本宫手里拿的是彝族首领的项上人头和卖国契约，统领若是直异族，莫非也是皇后卖国的同谋？开门！皇上，那是阮延威伪造的，臣妾绝没有割地。伪造？这金牌还留着彝族大祭司的血咒，皇后若是不认，本宫可以请彝族俘虏上殿对证。毒妇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皇上，臣妾是为了木然啊，他快疼死了。为了太子，便要拿岭南100万百姓的命去换。皇后，你配不上这凤冠。你派去杀我的影卫，手机已挂在午门了。我给太子的那碗血药确实能吊命，但它也是最毒的引子。杀了我！杀了我！你越是吃我给的药，你的骨头就烂得越快，这叫活死人肉白骨。我要让你们母子在这深宫里守着这具活尸，直到化为脓水的那一天。传朕旨意，
皇后萧氏丧权辱国，勾结外贼，即日起废黜皇后位，贬为庶人，终生囚禁于冷宫。因为废了后的萧家定会临死反扑。京郊3营那边，我已经派了副将军去接管。我不怕他们反扑，我要的是让他们亲眼看着他们苦心经营的权势如何一点点化为齑粉。秦将军，接下来的京城会有一场大清索，那些曾依附于萧家、克扣过军饷的官员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我是太子了，我居然连个平民都不如了！药，这药在吃我的肉！阮燕卫，你到底给我喝了什么？萧氏，这冷宫的滋味可还比得上你前世赐给我的那口棺材。阮燕卫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你怎么会知道那些还没发生的事？因为我从地狱里爬回来，你前世屠我村落，这一世我便断你萧家全族。今日午时，萧家在京城的36处私产已被查封，你的兄长因贪污军饷，已在刑部招供。楚木然，你知道吗？前世我死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看着黑暗，一点点感受呼吸消失。但这血药能让你活很久，它会保护你的心脉，代价就是你这一身皮囊。杀了我就杀了你，太便宜你了。我是如何扶佐佐新太子登上大统，如何让这大庆再没有你楚木然的名字。燕卫，二皇子余党已清剿完毕，皇后萧家已彻底倒塌，但皇上龙体抱恙，国不可一日无储。我已选好了人选，三皇子虽然年幼，但母妃出身卑微，为人刚直。我们要扶持的不是一个傀儡，而是一个能真正让百姓吃饱穿暖的君王。好，无论你选谁，我都是你手里最快的那把刀。前世的血仇终于快要清算干净了，接下来的每一步，我都要为自己，为我的族人赢一个万世太平。三殿下，这京城里想当太子的人很多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选你？臣弟不求泼天富贵，只求母妃不再受萧家余孽欺辱，求长公主教我护身之术。空口白牙！若本帅将你送去西郊大营，你敢在那里待满3个月吗？敢！若死在营中，也是命定。很好，秦将军会带你去营中。3个月后，我要看到一个能提剑上马的储君。阮燕威，你害我萧家至此，你不得好死！不得好死？你克扣西北军饷，害死3000将士的时候，想过他们怎么死吗？萧树人在冷宫疯了，天天啃自己的手指。楚木然也快烂透了，签了他，承认二皇子谋逆的所有资金来源，否则我会让你亲眼看着萧家幼子如何意外身亡。萧家残党今晚想劫狱，我已布下天罗地网。萧家已经是困兽之斗，但我总觉得云落背后那个王爷的势力还没清干净。别担心，这大庆的每一寸土地，现在都在我秦家军的监控之下。燕威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恭喜大元帅，恭喜长公主！长公主这是喜脉，已有2个月余，且脉象沉稳，隐有双龙夺珠之势，定是龙凤双胎呀！燕威，你有孩子了，我们的孩子。这好运体质，前世是我的催命符，今生终于是我的福气了。将军，这消息要传出去，传到东宫。楚木然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怀孕了，龙凤双胎，秦泽成的孩子。那是我的孩子，前世是我的。前世你亲手杀了他们，这一世你只能看着他们承袭万里江山，而你
只是这泥潭里的臭虫。阮延威，你杀了我！阮延威，你杀了我！你杀了我！萧氏，你苦心经营一辈子，想让楚木然坐稳江山，可惜他现在连人都算不上了。而我的孩子，3日后便会被皇上册封为皇太孙。皇太孙？不，那是我的木然，我的木然才是皇帝！传令下去，萧树人畏罪投井，不必打捞。前世的债到此为止，孩子，娘亲会给你们一个干净的天下。延威，真的时日不多了，木然废了，老二死了，这江山朕只能交给老三。皇上放心，3殿下已在军营历练，秦将军会护他周全。这是朕最后的底牌。若朕驾崩后，朝中有人谋逆，你与秦泽成可先斩后奏。朕知道云洛背后那个宁王还没死心，你要小心。宁王，那个前世被流放荒北的废王。原来云洛肚子里的种打的是宁王的主意。站起来！身为大庆未来的储君，若连这点苦都受不了，如何统领秦拉军？我能行。大元帅，这孩子确实有股狠劲儿，不像东宫那位。这股狠劲儿是长公主教他的，只有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，才配坐那个位置。启禀长公主，查到了，宁王已秘密回京，就藏在城外的寒山寺。云洛生前的贴身丫鬟与他有过接触。他倒是长情，云洛都化成灰了，他还想着报仇。翠儿，把这份宁王谋逆图散给刑部，再给寒山寺送去一炉引魂香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看，他引以为傲的项兵是如何在京城全军覆没。云洛，你放心，本王会拿阮妍妃肚子里的双胞胎给你和孩子祭旗。王爷，一切准备就绪，禁卫军中有我们的人，只要皇上一断气，我们就杀入秦府。这香的味道怎么有些古怪？宁王殿下，这引魂香的味道可还满意？阮妍薇，你竟然亲自涉险！你怀着身孕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前世我被你与二皇子联手算计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提报应？宁王殿下，你以为禁卫军里有你的人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倒戈相向。阮妍薇，你杀了我又如何？这京城各府邸一半都受过我的恩惠，你杀不完的。你说的是这份名单吗？他们早已被我的药控制了，现在他们求着要你的命来换情了。话太多了。最后一个毒瘤也清干净了。燕威，泽成，朕不行了。老三还太小，这大清的江山，朕托付给你们了。皇上放心，臣女定辅佐3殿下，守住这万里红尘。你是朕最信任的将帅，若他日后昏庸，你可取而代之。臣秦泽成，生是大庆的将，死是大庆的魂，定当鞠躬尽瘁，辅佐幼主，
绝无二心。皇上驾崩了！长公主自古立储立嫡立长，三殿下年幼且生母卑微，如何能服众？臣等请立宁王遗禄为帝。宁王谋逆，满门抄斩！哪来的遗孤？谁再敢乱言，这午门下的血便再多流一碗！王大人，你与宁王私通的家书在此，是想现在就满门抄斩，还是闭嘴跪下？臣等参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翠儿，楚木然那边如何了？回长公主，她听闻皇上驾崩，宁王伏之，竟在废殿里狂笑不止，把自己的舌头都咬断了，现在只剩下一口气吊着。让他活着，登基大典，我要让他亲眼看。万岁万岁！万岁万岁！那是我的位置，因为救我。楚木然，看清楚了，这大庆的盛世与你再无干系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楚木然死了，萧家二皇子宁王都清干净了。我该进来了。是啊，这场噩梦终于醒了。接下来咱们该过自己的日子了。长公主殿下，可愿陪臣去岭南看海？看海之前，先得陪我把这小鸟蛋生下来。乡亲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燕威带着咱们活出个人样来了。将军，你看，这海比京城的算计好多了。只要你在，哪里都是家。这一世，终于保下了岭南。启禀长公主，宁王虽伏诛，但他在塞外的残余势力黑旗军正蠢蠢欲动，企图勾结南疆，趁您临产之际偷袭岭南。偷袭？他们真当我岭南是任人宰割的羊羔？翠儿，传我令下去，岭南所有医馆暗中备好软筋散，混入边境的水源中。这两个孩子还没出世，就要看一场大戏了。大元帅，塞外黑旗军已抵达边境30里处。吩咐下去，不要硬拼，按照长公主的部署，把他们引进断魂谷。这几日，谁也不准去打扰长公主，违令者斩。将军，又是哪里的宵小惊动了你？一些杂碎已经清干净了，因为还有3日便是预产期，我心里总有些不安。前世我死于非命，这辈子有你护着，这两个孩子定能平安落地。楚木然，看好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好运滋养，是为了爱，而不是为了你的野心。因为若是疼得厉害，你就咬我的手。秦泽成，闭嘴！长公主，用力，已经看到头了！生了，是个小世子！天佑长公主是龙凤双胎，一儿一女。前世的孩子，娘亲把你们找回来了。大元帅，长公主平安，一儿一女。参见世子，参见郡主，长公主福泽万里，
大庆万岁！岭南传来捷报，大获全胜。好，传朕旨意，册封皇姑奶奶的一对儿女为安邦世子与定国郡主。这送去岭南的贺礼再加1倍。长公主，有人在咱们发往京城的清瘟散里动了手脚，掺了西域的枯荣草。这药若是进了京，京城百姓半数都会双目失明。是谁这么狠毒？萧家虽然倒了，但萧树人当年在西域养了不少死士，这是想毁了我的名声，断了新帝的药路。翠儿，把这批毒药扣下，放出风去，就说岭南药房失火，长公主与世子郡主皆被困火场。是。阮延威一死，大庆的药路就断了，萧家的仇终于报了一半。首领，咱们现在就去接管那批毒药，送往京城。走。用妻而至，千刀万剐。你们不是被烧死了吗？这化骨香的味道，你们主子生前最喜欢，不如你们也尝尝。萧家最后的一根稻草断了。南疆王感念长公主与元帅神威，特送上1000年珍珠，并派小公主前来跟长公主学习医道。听闻秦元帅是大庆战神，阿依娜也想见识见识元帅的剑法。本帅的剑只杀敌，不表演。小公主既然想学医，那就留下吧。翠儿，带公主去药炉，先从刷药罐子学起。我是南疆公主，你让我刷罐子？阮延威，等我偷到了你的好运滋养秘方，我定要秦泽成亲自跪在南疆门下。小公主，这子母骨若是放进了药汤，受伤的可是你自己。南疆王真是好算计，送个公主来是想借我的肚子养蛊。既然被你看穿了，那就受死吧！这药炉的一草一木皆是我的兵刃。延威，这种杂碎杀了便是。不，南疆相兵刚败，他们这是急了。回去告诉南疆王，我的滋养秘法确实有，但那需要用南疆的国王来换，他换得起吗？既然还有敢伸手的人，那我就把这天下的敌人都引出来，一次清个干净。长公主饶命！这子母蛊是小公主亲自带来的，与我南疆王无关啊！与南疆王无关。这子母蛊需要南疆王室心头血供养749天。阿依娜，你父王是想借你的命，来换我2个孩子的命。这份父爱，你受的可真沉重。你胡说！父王说只要我成功，他便接我回去当南疆女王。看清楚，你父王已将你许配给西域毒王，换取10万毒兵，你不过是个诱饵。长公主，阿依娜自尽了，临死前她求您把那只子骨烧掉。子母同命，母骨在我手里，阿依娜一死，南疆王的心脉必然受损。烧了吧，这世间不该有这种害人的东西。南疆王，你送来的礼，我这就10倍奉还。开炮！大元帅，长公主配制的萤火粉果然厉害，遇水不灭。传令下去，南洋残兵若敢登陆，格杀勿论。我要让这南洋海域10年不见帆影。皇姑奶奶，皇姑爷，南疆王降了。南疆心脉受损，又失了相兵与水师，已递上国书，愿世世代代为大庆藩属，永不背叛。陛下，岭南边境已稳，
萧家余孽清理殆尽，臣与长公主特来向陛下请辞。皇姑爷要走，这还需要你们辅佐？陛下，大清的江山已经稳了，您有您的道，而臣女与将军也有我们的路。这世间的权力如过眼云烟，唯有让百姓安居乐业，才是帝王之本。臣弟明白。你们还会回来吗？等世子和郡主长大了，臣便带他们回京找陛下讨杯喜酒喝。爷姐，快看，我抓到了一只大螃蟹！娘亲，这个贝壳可以入药吗？安邦要习武，定国要学医。好，爹爹和娘亲都教你们。将军，该回家了。前世我被锁在漆黑的棺材里，孤苦无依，而今我立于这万里河山之巅，身侧有良人，膝下有娇儿。